春节是一个让所有国人一听到就能感觉到一股浓浓暖流充满心间的节日，是一个让无数身在他乡的游子们一想到它就会归心似箭的节日，也是中华民族最传统的辞旧岁迎新年的节日。它最早起源于殷商时期的华夏新民们在岁末年尾、五谷丰收之后，祭祀神灵与先祖，并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的朴实初衷。作为华夏文明的一部分，一直传承到了今天。无独有偶，在2600多年前的爱琴海滨，古希腊人也以同样虔诚的方式在庆祝着属于他们的新年，以至于在今天高度发展的现在社会中，我们依然能清晰地看到他们留下的痕迹。大家好，我是黄小熊，云游八荒。话说，在古代的希腊地区，各城邦都有属于自己的历法，所以呢，他们新年开始的日期也不尽相同。大多数城邦的新年呢，都是从每年的秋季或者冬季开始，而雅典城邦的新年却是从每年夏至之后第一次出现新月的那一天开始，大约是在我们今天公历的7月20号左右。雅典历的1月呢，又叫百牛献祭月。仅从这个名字啊，我们都能想象到古代雅典城邦令人震撼的新年祭祀场面，与中国人会在春节期间祭拜财神、灶神、门神、土地神等各路神仙一样，古代的雅典人在他们的百牛祭祀月期间，也会在不同的日子里为不同的神举行多达11次的祭祀活动，其中尤其以1月28日的泛雅典节最为隆重。它是整个新年庆祝活动的高潮，因为这一天是雅典城邦的保护神智慧女神雅典娜的生日。为了提高和巩固城邦的政治存在，从公元前556年开始雅典城邦在泛雅典节庆祝活动中，参照古奥林匹亚的泛希拉运动会，而引进了被称之为泛雅典运动会的体育竞赛活动，被称之为大泛雅典节，每4年举行一次。在每4年一次的大泛雅典节的庆祝活动中，除了由于每年一次的泛雅典节上相同的各种表演、音乐竞赛、游行、献祭，以及为帕特农神庙前雅典娜的木雕神像更换新装的活动外，还有壮观的百头公牛大献祭和泛雅典运动会。泛雅典运动会呢，与古奥林匹亚运动会一样，是以点燃圣火的形式为开始。它是以4组运动员将4支火把以接力的形式传递到大约2公里外的雅典卫城，在火把不灭的前提下，第一个抵达者点燃雅典娜祭坛上的圣火为开幕式。这种传递火把的情景，是不是让我们觉得有点似曾相识呢？没错，这就是现代奥运圣火传递仪式的起源。泛雅典运动会的比赛项目与规则与上一期我们聊到的古奥运会基本相同。据考古资料记载呢，与古奥运会不同的是，泛雅典运动会的获奖者是冠军和亚军，并且都能获得相应的物质奖励。其奖品之丰厚呢，也是让泛雅典运动会成为当时各城邦和地方运动会中最负盛名的原因之一。运动会上的奖品除了有黄金制作的桂冠，最常规的呢就是优质的橄榄油。据资料显示这些橄榄油是被装在一种标准容量为40升左右的专用的双耳细碱瓶里颁发给获奖者。根据不同的比赛项目呢，奖品数量也各不相同。比如骑马至标枪项目的冠军是5瓶橄榄油，
亚军呢是1瓶橄榄油。而马车比赛是所有项目中获得奖品最丰厚的，它的冠军呢是140瓶，亚军是40瓶。大家可能会觉得好奇，这样1瓶40升的橄榄油在当时价值多少呢？学者们根据当时的货币换算得出它相当于当时一个成年劳动力工作12天的工资。然而，真正象征获奖者荣誉并被世代相传的，却是这一支专用于装奖品橄榄油的，被称之为范雅典双耳细颈瓶的陶瓶。范雅典双耳细颈瓶除了有特定的规格和器型，瓶画风格呢也有统一的模式。它的正面画的呢都是手持矛和盾的胜利女神雅典娜，反面呢这是获奖者的比赛项目。有学者认为范雅典双耳细颈瓶就是现代社会中奖杯这一概念的灵感来源。就这样虔诚的雅典民众们在他们的百流献祭院里，通过各种各样的祭祀与庆祝活动，许下了他们对心灵的美好期盼与愿景。一根点燃祭坛的火把，一只装成奖品的陶瓶，这些古希腊人庆祝心灵活动中最质朴的元素，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一路传承到了今天，并且还在时刻影响着现代人类的世界观与价值观。